知名的实况主 Toys 最近爆出了诈赌跟频道经营权的争议，而且这个事件还牵涉到了丁特、史丹利、古阿莫等等的知名实况主和网红，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Toys 事件争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哦。知名的实况主 Toys 在去年因为疑似贩毒而遭到了勒戒，那最近才刚刚被释放出来，等待后续的判决。但没有想到贩毒事件还没有落幕，上个周末又爆出了新的诈赌还有频道经营权的争议，而且涉及的相关人士很多都是非常有名的网红还有直播主。然后我们就收到了很多的网友传讯说，各方的说法好像差异很大，整个看得眼花缭乱，希望我们能够帮忙整理跟聊一下这件事情。不过因为目前有不少资讯都还是偏向单方面的说法，没有办法查证也没有办法确认，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呢，主要会放在事件发生经过的懒人包，而不是要评论谁对谁错。那因为片长的关系哦，在内容上面也难免会有比较简化的地方，如果有哪里说的不够仔细的，都还请各位观众帮忙补充咯。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在经营品牌或是想要行销产品推广特定的服务，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很多人在购买产品或服务之前呢，都会先上网搜寻一下，而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个专业的网站，能够帮助他得到需要的资讯，他就有可能成为你的潜在顾客，而且因为已经对你的品牌留下印象，之后还有可能主动找上门来。如果你想要这样子的专业网站，我们简讯设计就是最佳的选择。我们团队曾经拿下国际大奖，而且阵容完整，能够结合插画、动画以及互动设计，做出好看又具有独特体验的网站。无论你是想要卖东西，想要提高品牌形象，或者想要行销特定的活动，曝光某个议题，我们都可以根据你的预算和宣传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而如果你原本就已经有网站，但觉得该翻新整修了，也很适合来找我们合作。那欢迎有兴趣的公司、品牌们，还有行销伙伴们，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看看更多的详细介绍哦。那因为可能有些观众对 Toys 不太熟悉，我们首先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是谁。Toys 本名刘伟健，香港人，曾经是英雄联盟电玩的职业选手，在2012年的时候还曾经代表台湾的战队 TPA 拿下了第一个英雄联盟的世界冠军。而在结束职业选手的生涯之后呢 ，Toys 慢慢的转型成为游戏实况主和 YouTuber。除了游戏之外，他拍的美食公道伯系列也非常的受到欢迎，在台湾的人气很高。但没有想到，在去年9月 ，Toys 竟然被爆出贩卖2级毒品大麻的消息。后来检警在他家里面找到上百颗的大麻烟弹，怀疑 Toys 是毒品的中盘商，被羁押了2个月。而后来法院裁定 Toys 以150万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 Toys 有使用毒品，申请观察勒戒，所以 Toys 又进了勒戒所40天，直到今年的1月3日被释放。而在 Toys 被羁押勒戒的这段时间里面呢，就埋下了这次争议的导火线。在 Toys 被羁押之后，他的公司负责人周周透过 Toys 的频道发布了一支影片，表示公司的其他员工以及 Toys 的女友奈奈等人对贩毒案件都完全不知情。而后来在10月10日 ，Toys 的频道又发布了第2支影片，影片里面出现了另外一个知名的 YouTuber 古阿莫。古阿莫表示说自己跟 Toys 还有周周都是朋友，所以在 Toys 出事之后决定来帮忙，像是处理业配厂商的微问题，请律师协助 Toys 打官司，还有继续经营 Toys 名下的2个频道等等。而另外，他也希望透过这个事件宣传反毒运动，像是带工作室的成员验尿证明清白，还有出钱举办拒绝毒品网络影片比赛等等。而接下来呢，我们稍微把时间快转一下，来到3个月后 ，Toys 结束勒戒的现在。Toys 在1月3号的时候回到社会但是还没有过2个礼拜又爆出了新闻。1月14号的时候，周周透过媒体指控说 Toys 找了4个人堵他，质问周周为什么在 Toys 被捕后的3天内就把他所有的社群媒体的账号密码都改掉，还拿走了 Toys 的护照还有居留证。当时周周拦下经过的警车求助而隔天周周在 Toys 的频道发布影片，表示要说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里面呢有几个重点。第一，周周强调自己从2019年开始就接手成为 Toys 双子娱乐公司的正式负责人，全权处理公司的大小事务，但现在跟 Toys 在频道经营权上面有争议。而第二，周周强调自己跟 Toys 曾经是好朋友，双方还合作投资过很多生意，虽然都是赔钱收场，但是周周还是很信任 Toys， 还是借了对方好几百万。第三，周周认为这次争议的起因是因为在去年 Toys 曾经要他一起设局诈赌，结果出老千被抓包之后呢，受害者要求600万的赔偿，而 Toys 跟
跟周周就在各自应该要赔多少的问题上面起了争议。第四 ，Toys 被抓之后，周周表示自己之所以要改频道的密码，是因为有员工离职属于正常程序。他强调自己出钱出力找了古阿莫还有律师来帮忙 Toys 打官司和善后，而中间又有透过律师传达这些消息给对方。但是 Toys 却认为说周周是想要侵占频道，或是呢把频道卖给古阿莫。周周认为Toys 多次来找这个黑道来威胁他，又对他提告，所以现在双方的信任已经破裂，交给法律处理。然后这中间还有一些比较支线的事情。当初在 Toys 被捕入狱之后呢，不少人都质疑 Toys 过去的队友，现在也是知名实况主的丁特还有史丹利，竟然光速的切割不支持老朋友 Toys。没有想到呢，在周周的影片里面爆出他们诈赌的对象，竟然就包含了丁特。而这个爆料出现的时候呢，正好是英雄联盟实况主的活动，丁特本人在开直播的中途被很多的观众询问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丁特表示说，自己当时已经知道被诈赌，但 Toys 解释说只是整人影片。自己也不忍心戳破，他也很不理解为什么 Toys 已经月入100万了，还要冒着得罪朋友跟犯法的风险去做这些事情。而另外，他也提到说，过去 Toys 还曾经故意的抢他影片企划策动粉丝散播他的堕胎丑闻等等，但他顾念两个人从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起打到世界冠军的多年革命情感，才一直没有把这些事情讲出来。而另外一个 Toys 过去的队友史丹利也在直播中解释说，他觉得自己跟丁特和 Toys 是最好的朋友，但他后来呢却发现过去 Toys 多次串通厂商还有粉丝在背后攻击自己，而每次当面对质的时候呢 ，Toys 也都道歉的很诚恳，但后来又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后来两个人才慢慢的渐行渐远。不过史丹利也说，不管怎么样，他跟 Toys 都是朋友，如果对方有需要，他还是愿意帮忙。而在1月16号的时候 ，Toys 找了诈赌事件的受害者 Ace 跟他一起开直播回应观众。不过在这个直播当中呢，周周又针对 Toys 的话传讯息给 Ace 反驳，所以这边稍微有一点混乱。我们会分成几个主要的争论点来谈。首先是诈赌争议的部分 ，Toys 承认自己有诈赌，总共进行了3次。第一次是骗丁特，第二跟第3次呢是骗 Ace 和他的朋友。但是 Toys 强调说，周周也是诈赌的主谋，他指控周周曾经卖春药开私服。Toys 看他对偏门的生意很熟悉，所以呢才会找他一起诈赌。他们的利润呢是几个人平均分配，而诈赌的道具呢也是周周上淘宝买的。而后来呢，他们在第3次诈赌的时候被 Ace 还有朋友抓到，对方索赔600万，而赔完之后呢 ，Ace 的朋友又私下索赔800万。那 Toys 认为周周也有责任要赔，可是双方在应该分摊的赔偿金额上面起了冲突 ，Toys 最后扛下了大部分的赔款。那对于这些说法，周周中途用文字传讯息指控 Toys 说谎，而周周表示自己诈赌是听 Toys 的指示行事，而分润还有赔偿的比例也跟 Toys 的说法不同。不过 Toys 又驳斥对方的说法这边就是一个各说各话的状态，目前没有办法判断真实性。好的，那看完诈赌事件之后呢，接下来就是频道侵占的争议了。首先 ，Toys 表示说，双子娱乐公司全是他一个人出资的。不过，因为香港人身份经营公司很麻烦，当初才会让周周当公司的挂名负责人。而实际上，金流还是要经过 Toys， 周周根本不是公司的老板。甚至在坐牢的期间，员工的薪水也是律师拿到狱中给他签名才能够发。而这部分有员工还有律师可以证明。再来 ，Toys 又指控说，在坐牢的期间呢，周周私自的把 Toys 频道还有社群媒体的账号密码全部改掉，还偷了他的居留证跟护照，把大概800万的公司资产占为己有。而另外，他还质疑说，周周把公司部分股份给了古阿莫，而这件事情也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而这个期间呢，周周还找古阿莫拿薪水，等于是两边通吃。第三 ，Toys 解释黑道赌人的指控，他说那是因为周周当时不肯帮忙 Toys 交保，在 Toys 被释放之后，又整个礼拜不肯跟他见面，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所以他才找了前员工还有律师去赌人。这些人并不是什么黑道。而最后 ，Toys 说自己是垃圾，向丁特还有受到伤害的人道歉。他还表示，在判决出来之后，自己就会被遣返回香港。那在这一串的对话当中呢，周周又有传讯息反驳说，公司资产并没有 Toys 说的那么多，自己是因为需要培养厂商才会变卖资产，而跟古阿莫拿的薪水呢，也都有汇给员工。而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另外一个当事人古阿莫也出来喊冤表示自己当时只是想要帮忙朋友，但也许是因为 Toys 在狱中有资讯落差，再加上周周还有 Toys 的前女友奈奈也有意见的分歧，才会让他卷入这场经营权的纠纷当中。
而最后呢，是在17号 ，Toys 又跟谢和弦借了频道开直播。而这一次 ，Toys 表示说，频道经营权的争议已经在和古阿莫还有周周进行协商，不方便再多谈。所以这一次直播大部分的内容呢，还是 Toys 谈自己的心路历程。Toys 说，当初在乐界所的时候，完全与世隔绝哦，还有很有可能没有招保的机会，让他一度想要尝试自杀。也因为这段经历，对自己过去不可一世的态度有了很多的反省。他解释说，自己的人生经历过很多次的大起大落，导致后来他每次事业遇到停顿，像是直播的人数没有办法突破，投资失利，他就会开始很焦虑，胡思乱想的想要找一些奇怪的事情去证明自己。所以他在诈赌、贩毒的当下，他自己明明月入至少100万，也不是因为缺钱，而是有种理智断线的感觉，完全没有思考事情的后果，才会造成今天的种种伤害。不过他强调自己说这些话不是想要洗白，他完全同意自己的行为是错的。私底下也已经和史丹利还有丁特等人道歉说明，等判决出炉之后，他也会依法完成刑责，被遣返回香港。那把各方的说法都整理完之后，我们还是有点难直接断定说，所谓的诈赌还有侵占的争议到底是哪边的责任比较大。但我们觉得因为信任破裂所带来的伤害却是毫无疑问的非常可怕。他之前的好朋友史丹利在直播当中说到，他的道歉一直都很诚恳，他每次做了一些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的时候，他的道歉都让我们觉得他下次不会再这么干，但是每次他下次就又这么干了。而且我们认为所谓的信任并不只是这些好朋友之间的事情而已，它也牵涉到了粉丝长期以来的支持。像是诈赌的事情被 Toys 本人证实之后，我们看到很多的留言都是，那我们该如何相信这一次 Toys 的道歉是真心的呢？我们觉得做一个 YouTuber， 我们所获得最重要的资产，并不是广告业配啊，或是抖内之类的收入，而是群众的支持跟喜欢。如果我们能够影响大家对于一件事情的认知，甚至让人有具体的行动，这都是因为群众愿意信任我们。所以看到这里呢，我们还是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也希望未来这件事情不会再有更多让人难过的发展了。那最后，我们也想要问大家看完这整体事件，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A 觉得 Toys 活该他自己伤害了这么多身边的人，落到今天的处境也是咎由自取。B 偏向同情 Toys 觉得呢他虽然有错，但只要当事人肯原谅，大家就不必苛责了。C 我只想要好好的看实况，我看到那么多的乱象真的很烦。提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Toys 事件的懒人包。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人为什么总是互相伤害，以及台湾迁赌文化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